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菊讲故事。结婚后，婆婆陈凤霞一直想拿捏住我，奈何我不是软柿子。我月子里，婆婆对公公刘广林说：“他一个刚动了刀子的人，我还能干不过他。”他竟然趁我睡着，把我头发给剪了。坐月子就得有个产妇的样子，哪有空鼓捣头发？于是趁他睡着，我对准他头皮根，一剪刀下去，再一推子给他推成了地中海。伺候月子就得有个保姆的样子，哪有空鼓捣头发？我从内地嫁到北方海边小城，婚后不久我就怀孕了。我和婆婆相处的时间不长，真正开始接触就是我怀孕3个月以后。我们住到了一起，婆婆主动提出来的，说反正以后要伺候月子，提前来照顾我。我想吃冷面，婆婆给我做热汤面。我想出门逛街，婆婆说外面太乱，居家好。我想在家里晒会儿太阳，婆婆说孕妇应该多走动。老公李航给我夹菜，他说自己吃自己的，夹来夹去不卫生。刚开始我以为婆婆是为了我和宝宝的健康着想，后来醒悟了，她就是要和我对着干。特别是她看我的眼神，那可是有种别样的情绪在里头，轻蔑不屑一顾，这是想把我攥在手掌心里揉搓啊。和老公度过了愉快的一晚上。第二天我睡到自然醒，起床，婆婆公公都在客厅。婆婆走过来问我：“小宁啊，你和李航现在用哪种姿势啊？”我一脸疑惑：“啥？就是你俩？”婆婆2个大拇指碰在一起比划着。我不知道聚精会神看报纸的公公有没有竖起耳朵来听，我只觉得这种话题竟然不避讳一下吗？但是很快我又恢复了淡定。妈妈，我们俩现在这种姿势半小时，然后再换成这样的10分钟，再换成。我眉飞色舞，2个手一上一下，一来一回。应该够生动形象了吧？婆婆老脸通红，赶紧打断我：“嗨，小宁啊！”她老脸憋得通红，硬是没往下多说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给老公指了指红烧鱼，说：“老公，我想吃那个。”老公很自然地给我挑了刺，要夹给我。我顺势撒娇，张大嘴巴啊！老公顿了一下，还是喂到了我嘴里。婆婆脸色黑成锅底，夹来夹去的多不卫生，自己吃自己的。就等你这话呢。妈妈，这有啥？晚上李航还要亲嘴嘴拉丝丝呢。要不你给他说让他忍10个月。就今天早上你给我说的那个啥。老公满脸疑惑，拖着长调拐着弯喊了我句老婆，声音羞涩又嗔怪。公公一口饭呛在喉咙里，嗨。婆婆赶紧打住，那个没啥，吃饭，你俩注意，你们开心就好。论没脸没皮，我还没怕过谁呢。后来我找熟人查了宝宝性别，买了好多粉色小衣服，婆婆看到，拿着发票偷偷去给我换成蓝色的了。我怕她不知道，特地让老公给她说了我查了。她说没有生就有翻盘的可能性。再说了，就算是女孩穿蓝色英气，男孩子穿粉色多娘。孕妇可不能生气，我给老公递个眼神，他拿起衣服就去给我换回来了。婆婆脸色委屈，刚要说啥，被公公拉到房间里去了。几个小回合后，婆婆收敛了一些。月份大了的时候，婆婆试探着让我把头发剪了，理由是长头发吸收宝宝的营养。我觉得有点道理，但不多，没理她。生完宝宝后，我月子里，婆婆又开始了，各种和我唱反调，女儿名字、喝哪个牌子的奶粉，她都要插一嘴。
每次气氛有些古怪的时候，公公都喊婆婆一声：凤霞啊，来屋里给我找个裤子。反正要不找裤子，要不挠痒痒。我知道这是公公在提醒她闭嘴，可是这次婆婆硬气了。我听到她对公公说：她一个刚动了刀子的人，我还能干不过她。有了宝宝，我满门心思都在这个新生儿李宝身上，懒得理他，寻思他也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。没想到他还是个行动派。婆婆进门，一脸和颜悦色：小宁啊，我看你还是把头发剪了，我也是对你好。坐月子1个月不能洗头发，不如剪成短发利落。1个月不洗头发，即使我是短头发，也该洗洗吧。妈妈，没事的，我扎起来不碍事。我把他拒绝了，这次他也没说啥，哪想到他给我憋大招呢。白天，老公上班去了，公公遛弯去了，我给李宝喂了奶，太累了，一会儿功夫就靠着床背睡着了。等我醒来，感觉就不对劲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就像戴久了帽子刚摘下来一样，凉飕飕的。我一摸头上，我小辫子没了。啊，我辫子呢？我无法接受我睡了一觉将头发睡没了的事情。婆婆听到我喊，赶紧进门，并做了个噤声的动作，意思是怕我吵醒了李宝。我冲着婆婆怒目，婆婆惊讶地看着我的反应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：不就一头头发吗？至于吗？我还以为我做梦呢。我顾不得伤口撕裂的疼痛，支撑起身子来到镜子前，看到镜子里的我。我的头发从右耳边斜着到了左肩，参差不齐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哪个狗将我的头发啃了？婆婆脸色一僵，拉下脸来：是我帮你剪了。坐月子就得有个产妇的样子，哪有空鼓捣头发？我头发天生长得慢，和老公订婚后就一直没剪过，留了有段时间了，现在头发才到肩膀下面一点点，现在却没了，我心疼得滴血。我冷冷看着婆婆，婆婆甩一甩她齐腰的秀发，我承认是很美。婆婆50多岁的人了，长发飘飘，一头黑发，第一次见面我还羡慕得不行。婆婆退休后，在老年舞蹈班里没事跳跳舞，参加文艺演出。她常说她那头发就是为了集体荣誉而养的。我冰冷的眼神将她看毛了，她语气缓和下来：小宁，我也是为你好，不就一把头发吗？过完了月子慢慢再留就行了啊。我拖着绑着束缚带的肚子，刀口隐隐作痛。您说的对，妈妈，一个头发，慢慢长吧。我冷冷说完这句话，转身回卧室。还是短发好，清凉利索。婆婆在我背后故意大声说，声音却越得意。看她这斗鸡样子，我就知道她肯定攒了一肚子气，想扳回一局。那就让她一拳打在棉花上，有气使不出，憋死她吧。是啊，我一个动过刀还在恢复期的产妇，的确不是她的对手，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可是她别忘了，我孙小宁虽然姓孙，可不是孙子的孙，是孙悟空的孙。下午公公出门了，婆婆演出回来累了，坐客厅沙发上就睡了。我拿着剪刀，轻手轻脚靠近她，对准她头皮根，一剪刀下去，齐腰秀发纷纷落下。我再拿推子从她刘海往后一推，推出了一片地中海。婆婆一下子醒了，抬起头来：咦，太难看了。我在心里嫌弃的不行。婆婆瞪着她清澈无辜的大眼睛，看着我手中还在嗡嗡作响的推子，转而震惊又惊恐地问我：小宁，你干嘛呢？边问我边不可置信地试着去摸自己头发。啊，
杀猪般的嚎叫声传来：“妈妈，我帮你剪了。伺候月子就得有个保姆的样子，哪有空鼓捣头发？妈妈，你别动，我给你全推了，光头凉快利索。”婆婆不可置信地跑到镜子面前，又是一阵杀猪般的嚎叫。地中海造型，我很满意自己的处女作。孙小宁，你怎么敢的？你怎么能动我的头发？啊，我不活了！李航啊，他爸，妈妈，我也是为你好，不就一头头发吗？伺候完了月子，你再慢慢留就是了。说完了，我就回床上躺着了。婆婆心太小了吧？不就一头头发吗？她那么无法接受啊！她颓废地坐在地上，捧着她散落一地的头发，抹眼泪呢。看得出来，这不是装的，是真伤心。之后半小时，婆婆仍旧坐在地上，顾影自怜。老公这时候推门进来，婆婆一看，声情并茂，更委屈了：“李航啊，我不活了！你看看你那个好媳妇给我剪的头发啊，她这是嫉妒啊！她怎么这么毒妇啊？是，挺可怜的，眼泪鼻涕一块往外冒。”老公一看也心疼了啊，朝着我们卧室喊：“小宁，你为啥剪咱妈的头发啊？这是剪她的命啊！”一家人都知道婆婆视发如命，每天早上婆婆都会小心地一缕一缕梳着她的长发，生怕掉一根，要是力气大些，不小心拽下一根来，还要心疼半天。李航上前就要去扶瘫坐在地上的婆婆，呵呵，我拿手胡乱扒拉两下头发，直接躺地上了。老公，老公，救命啊！我声音虚弱，气若游丝。老公急忙扔下婆婆，快步进来。只见我头发凌乱，身体虚弱地躺在地上。我指着刀口，有气无力道：“老公，老公，救我！疼！今天折腾的真有些疼了，不过这个疼，小疼，别的本事没有。我皮实耐折腾，可就是受不了一点气，更不用说是隔夜气了。”屋外婆婆不知道情况，一个劲儿大喊：“李航啊，你可要给妈妈做主啊！妈妈让这心肠歹毒的女人欺负死了。”老公进门看到我的惨相，估计脑补了婆媳大战的场景，满眼心疼，关切地去看我刀口，白色纱布上有点点血迹。“老婆，渗血了啊，疼不疼？”李航眼圈泛红，心疼的不行，立马抱起我就往外跑。“妈，小宁刀口渗血了，快给我爸打电话，我先去医院，你在家照顾宝。”婆婆还坐在地上抹着眼泪，等着她儿子来拉起她安慰她呢。看李航抱着我急匆匆的样子，吓得赶紧起身。“啥？哪儿就这么严重？”“妈妈，我不在家，你怎么能欺负小宁呢？她刚动了手术啊。”婆婆嗫嚅着说了声“我”。李航把我抱进车里的时候，我问他：“老公，哪里那么严重了？出了点血而已，还用去医院吗？”“就是比个惨，博个同情而已，没必要闹去医院，主要是担心宝一个人在家。伤口那里我有数，估计就是给婆婆剪头发的时候，动作有点猛了，撑开了一点口子，我觉得不碍事。”“怎么不用？你现在是最虚弱的时候，怎么能有半点闪失？”“老婆，是我没考虑周全，不应该让咱妈照顾你。老婆，月子里千万不能生闷气啊，有啥事你一定要给我说啊。头发肯定能长出来，不行咱不用妈妈了，我给你找月嫂。你别生气，我查了生气容易堵奶，堵奶容易乳腺炎，那可遭罪啊。”一路人，老公一直巴巴地安慰我。我气倒是不至于，我孙小宁都是让别人气，我凭啥生气？为了让别人痛快啊！看着一脸担忧的老公，我就差忍不住要去安慰他了。
下了车，老公抱着我，一脚踩进医院，嗷嚎一嗓子：医生，快救命啊！我老婆伤口裂了。上来就3、4个护士，一顿忙活。医生检查完，舒了口气，没大碍，恢复得不错。家属别太担心，就是有一点开裂，产妇下床活动的时候一定要轻点。老公擦擦脸上的汗，忙不迭答应着。李航的表现我很满意，我孙小宁选男人的眼光还是不错的，就是这个婆婆，当初咱没想太多啊，天真的以为我是嫁一个男人，和他家里有什么关系。我错了，嫁过去就是嫁他全家了，特别是有了孩子，来往多了以后，大不了去婆留他好大儿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我担心宝一个人在家，老公啊，没啥事，我们出院吧。宝还在家里呢。老公，不行，今天住下了，让医生给好好检查检查。宝你都把他生下来了，饿了有奶粉，你别担心他。对了，你等我。老公着急忙慌地走了，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吸奶器和一袋子回奶宝。老婆，长奶难受，喂奶辛苦，要不咱直接回奶，让宝喝奶粉。回奶？怎么能回奶呢？净胡闹！婆婆抱着宝站在门口，头上戴着帽子，双眼通红，满眼委屈地望着老公。公公咳嗽了一声，看了一眼婆婆，过来问老公我的情况。没事就好。公公舒了一口气。大惊小怪，他都是装的，这个毒妇竟然敢剪我的头发啊！刘广林，我的头发啊！婆婆情绪又激动起来，朝着公公哭，边哭边试探着转头看李航。妈妈，你看看小宁头发，你俩不扯平了吗？她刀口都裂开了。她生孩子从鬼门关走了一遭，是身子最弱的时候啊，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啊？我赶紧将手中冒着热气的烤地瓜放下，虚弱地躺床上，不时哎呦几句。我呢，你看看你妈头发，还怎么出去见人啊？我是怕她过月子不方便帮她剪的头发。她呢，她就是故意使坏，嫉妒我头发长得好。你看看她给我推成什么样子了。婆婆说着摘下帽子来，我又瞅一眼自己的杰作，是真难看啊。医院里人来人往，婆婆激动嗓音高，有人探过头来看热闹，婆婆赶紧将帽子戴上。你俩谁先动的剪刀，谁就不对。婆婆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婆婆头上是纯报复行为，谁先动谁的头发一目了然。老公把宝抱进来，给我拉上帘子，将他们推出门去说话。爸妈，我媳妇现在不能受气，你们先回去。我这几天请假，不行我就请月嫂。请月嫂？那多贵啊！再说了有亲妈，还请月嫂不让人笑话我吗？眼看婆婆声音又要拔高，公公拽着婆婆走了。给宝喂了奶，老公哄着女儿，和我商量月嫂的事情。我们决定不请月嫂，仍旧让婆婆伺候我月子。我不傻，请月嫂花钱不说，还不一定尽心。至于老公他担心的婆婆在惹我生气的问题，呵呵，我怕。没事的，老公，我受点委屈没事的，妈妈本心也不坏，都是为了我着想，我试着理解她。老婆，你真好，老公感动得不行。我可不在老公面前说婆婆一句坏话，他可以说，我不能说，毕竟那是他亲妈。老公见我心情好了，找了个 Tony 老师来补救我的头发，还帮我重新设计了发型。也不是不能看。出院回家的时候，婆婆特殷勤，又是抱孩子拿行李，还过来搀扶我。小宁，小心，慢慢走。呵，这路子和我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。按照她以往的做派，肯定是躲在小屋里委屈呢。
可能良心发现了吧，也可能是老公要不用她伺候月子，她害怕丢人，收敛了。管他呢，只要他敬我一尺，我必定还他一丈。他若待我不如意，我必定视他如粪土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婆婆这是改变策略了。眼见硬的不行，就来软的，便迂回战术了呢。特别是守着公公和李航的时候，那叫一个勤快啊！公公李航如果不睡觉，他能干个48小时不带歇息的。做饭洗衣服没得干了，拿着抹布擦桌子，一天能擦上7、8次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得了洁癖了呢。洗衣服其实可以机洗的，他非要拿着一个盆搓啊搓的。看不明白的老公上前说：“妈妈，你用洗衣机洗啊，多省事。”哎呀，用手洗洗得干净，宝和小宁穿着才舒服。干净舒服，这逻辑咱就将就着听听得了。我走向前，将我出汗沾湿换下来的睡衣扔到盆里。妈妈，手洗的就是干净。妈妈，辛苦了。对了，妈妈。我回头正好碰上婆婆给我背影的大白眼，见她慌乱，我装作没看到。妈妈，要不咱不用纸尿裤了，费那个钱干啥？咱用尿布算了，反正你手洗得干净啊。从此，婆婆再也不在2个男人面前搓搓搓了。不就是想让李航和公公认为我多难伺候，他受了多少委屈吗？给我做好了汤，李航喊他出去吃饭。他说：“你们先去吃，我守着小宁，他喝完了我再去吃，别让小宁吃凉的。”转身温柔地问我：“小宁啊，汤还热着吗？不热的话，我去给回姨下锅。”老公1步3回头，纳闷地出去。我浑身鸡皮疙瘩就不舒服起来，慢条斯理喝了口汤，心里了然。老公啊，你过来替我喝点。哪有男人喝月子汤的？他又不下奶。婆婆急了，都好久没见过她急的样子了。妈妈，女人月子汤喝不了，男人喝点怎么了？老公上1天班也辛苦了，补补。老公进来，喝了一口，喝不下去了，眉头紧皱。妈妈，怎么一点都不咸啊？啊，不会吧，我尝尝。婆婆抿了一小口，哎呀，你看看我，忘了放盐了。年纪大了，老忘事。婆婆重新盛进来，这味道对了吗？我喝完，擦擦嘴，妈妈，今天的鸡汤做得好喝，再多加点盐就更好喝了。我知道，坐月子不能多吃盐，怕对宝宝不好。但是如果一点盐也不吃，我出虚汗又多，盐分流失，很容易电解质紊乱，导致内低，那低就容易昏迷，所以一定要补充足够的盐。我喝完了，谢谢妈妈。我笑容满面地将空碗递给她，她皮笑肉不笑地接过碗去。瞧你这孩子，说了这么多，我就是忘了加盐了。这之后，婆婆的招式我是真看不懂了。她是真待我好啊，可以这么来形容了。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比我亲妈对我还好呢。在家里，帽子也不戴了，婆婆去理发店整旧的头发就是剃成了毛寸。我儿媳妇给我理的头发，我现在觉出好来了，凉快，还不用整天费事打理，变着花样给我做月子餐。我喂完了奶，她立马接过李宝去，让我休息。我真感觉到了受到了贵妃娘娘般的待遇了。家务活勤快，但是很明显不再守着公公和李航做样子了，那可是真干啊！我看着都有些心疼她了。虽然说是干保姆的活，但也是我老公的亲妈啊。妈妈，有空了你就休息一下，别累着了。没事，不累。直到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分享给我一个博主，问我：“你和你婆婆搞直播了啊？”我才发现
凤霞的日常是我婆婆，人家都悄摸声的快成了小百万网红了。刚开始的视频记录了她以前大长辫子演出的一些视频，点赞关注量寥寥无几。最近开始记录婆媳日常，点赞暴涨。其中点赞过万的一个视频，婆婆剪辑了她以前长发齐腰的演出视频。演出视频中，她身穿一袭得体的旗袍，温婉美丽。现在出镜的她，毛寸头，穿着破旧接地气的家居服，伺候媳妇，照顾孙女，忙得晕头转向。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反差。视频中我被打了毫无存在感的马赛克，出镜就是一个颐指气使的恶媳妇形象。还有零星几个签赞视频呢，我点开看了几个，内容如下：婆婆出门回来看着宝就说：“哎呀，宝，我才出去半天，怎么就不会笑了呢？”我回：“刚才宝还嘎嘎乐，估计看到不愿意看到的人了吧？”我那个撇嘴的面部表情还给我来了个特写。还有婆婆对着宝儿唱着夸呢：“我的宝啊，长得真好看啊，浓眉大眼睛，挺拔小肉鼻子，特别是啊，这头浓密的头发啊，遗传了谁啊？当然是遗传了奶奶啊！哎，就是哭起来这坏脾气。”不等她说完，我打断：“哎呀，我的宝啊，捡着奶奶的好地方遗传，这碎嘴子可就别遗传了啊！”等等吧。好多小视频，配文大体都是谁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我咋还原地不动呢？做媳妇时候伺候婆婆，现在熬成婆了，又开始伺候儿媳妇，引发一众婆婆们的共鸣。评论区大娘们都把我当成人肉靶子了。哎呀，现在的媳妇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吧？咋还这么贱呢？谁家养的闺女这么恶毒，怎么敢在太岁奶奶头上动刀的？哎呀，姐姐可得多难受啊！多好的头发啊，被恶媳妇剪了，就是嫉妒吧？还有大爷呢，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，依老夫看是传承不下去了啊！我去，这视频剪的啊，我都恨我自个儿了。不过反过来想想，婆婆还真有才呢。可以去当演员加导演加制片人了加摄影师。我转手发给了老公，不出1分钟，老公电话立马打来了：“老婆别生气啊，千万别生气啊！”我生气？笑话！我只是隐隐嗅到了商机。我告诉老公，别让他告诉婆婆，让他继续养号。就是家里这个摄像头的位置，我可得找好了，方便我占据 C 位发挥啊！这一找可不得了，找出好多摄像头来，全方位无死角啊！就差给卫生间安一个了。我和老公卧室竟然还有一个隐藏针孔款，这婆娘不会有啥特殊癖好吧？吓得我惊出一身冷汗。我翻了翻他账号的视频，多亏他有数，没乱发，不然我还哪有心情让他养号？立马进入战斗模式。我拆了，守着婆婆拆的，装作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边拆边嘟囔：“这啥玩意啊？李航捣鼓的吧？”婆婆一句话不敢说，帮着我拆下来，立马去销毁。我必须要知道她安装这个摄像头，拍的视频发在了哪里，用处是干嘛了？万一她在整个小号，不整明白了，好没有安全感。要知道这些，就必须要接触她的作案工具，她的手机。机会来了，我趁她睡着的时候，拿到她的手机，翻了翻，置顶的一个群聊名字我们姐妹一家人，是李航的3个姨2个舅妈。今天早上刚刚发的一个视频截图，二姐不是说王坤家月子里不喝这汤那汤的吗？看看我调教的儿媳妇，让她喝一点都不剩。大姐说的不能吃盐，那汤是一点滋味也没有啊。后面李航大姨，还是3妹有办法。
二妹跟着取经，二胎用得着。我婆婆，啊呀，这有啥经啊？就得让媳妇怕你，规矩给她立明白了。李行小姨威武，还是三姐有办法。李行大舅妈婆婆，行子他妈，也就咱俩现在伺候月子了。俺那儿媳妇想断奶呢，支招。婆婆，这有啥难的？犯你伺候吗？把她回奶药换成下奶药，长不死她，长了她就得给孩子吃。下面纷纷竖大拇指的表情。婆婆不仅拿视频在群里嘚瑟她调教的儿媳妇好，她在家里受的气也出在了群里。她竟然发了我在卧室袒胸露乳喂奶的照片，还嫌弃我那里大，每次喂奶都能把宝噎着。群里七大姑八大姨各种指点吐槽我。婆婆这是啥时候安装了摄像头啊？发了我多少隐私啊？使劲网上翻聊天记录，是发生剪头发大战以后安装的，稍微放下心来。我还翻到了怀孕中期婆婆问我和李行啥姿势的那次，婆婆在群里骂我不检点，不知道害羞，守着公婆巴拉巴拉啥都说。怪不得生了宝宝后，李行的几个一去医院看宝时，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有点内涵呢。凤霞的日常账号里，她可是一个受气包婆婆形象。这是在陌生人面前博同情，又在熟人眼里找存在感，立她说一不二的形象。又当又立是让她玩明白了。我轻哼一声，关了手机，放回原处。转眼我快出月子了，婆婆旁敲侧击地问我有没有出去工作的打算。我是一头奶牛嘛，不带歇歇的。刚生完孩子就要去赚钱。我回她，李行赚的，管得起我们娘俩的。我现在不打算出去，一辈子当个家庭主妇也不错的。婆婆震惊又害怕，就是让她知道我这姑奶奶不好惹，还难伺候啊。我转念一想，妈妈呀，过几天的吧，过几天我就工作。我想到一个赚钱的法儿。哎呀，有想法就好，咱新时代独立女性可不能依靠男人啊！啊，噗的味道。转眼就出了月子，要给宝摆满月酒了。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。要开席的时候，我躺床上说什么也不去。女方亲戚们亲自来喊我，我躺床上一个劲哎呦。婆婆偷偷问我怎么了，我说妈妈，我这不是陪着你演了吗？婆婆一头雾水，现在还不能挑明我看了她手机。等七大姑八大姨女眷都进来关心我的时候，我所有的委屈倾泻而出。妈妈虽然家住海边，但也不至于管得这么宽吧？要不妈妈你去太平洋当警察。不等婆婆反应过来，我又朝着女眷亲戚们大倒苦水。大姨二姨小姨舅妈们，你们是不知道啊，妈妈管我管得喘不过气来的。我和李行啥姿势她都要插一嘴，我买孩子衣服说了都不算，我吃啥喝啥都随妈妈心意。我也不想和妈妈闹得很难看，我留了很长时间的头发，被她偷偷给剪了，我一时没忍住，把她头发推了。非要闹得这么难看吗？我这才刚出月子，妈妈又让我出去打工了。猪扒皮都不这么压榨人的吧？我这个月子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啊！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声情并茂，演绎一个被压迫久了释放情绪的软柿子儿媳。婆婆在群里不是嘚瑟她是怎么管教儿媳的吗？我就顺着她，让大家都知道她把我调教的有多好，让他们听听一个被压榨儿媳妇的心声。三姐，你这头发不是说太碍事了找理发师，理发师给理坏了，索性就推光了的吗？三妹，你怎么啥都能问出口来啊？我就纳闷小宁怎么能自己说这些啊？行子他妈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就有点过了，太欺负小宁了。
众人纷纷指责婆婆，同情我。婆婆窘迫，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没有欺负小宁，我继续，我本来也不想说的，妈妈，可是我忍不了了啊！我在妈妈那里啥隐私都没有，妈妈啥都往外说，我这里大，我就长这样，难道我有错吗？这事我能控制得了的吗？我只怕我产后抑郁了。产后抑郁你们听说过吗？有产妇抱着孩子跳河的，有跳楼的，还有拿刀子捅死老公的。我为了孩子，为了我们这个家着想，我必须发泄出来啊！妈妈，你也别怪我啊！听得在场的人一愣一愣的，没想到这么严重呢。哎，我们也是从儿媳妇那时候过来的，不容易啊。三妹，你以后多体谅体谅小宁，别怪她，她也是为了你们的家着想啊。听闻黛姨这么说，众人点头。我长长舒出一口气，给你们长辈念叨念叨，我心情好多了。妈妈，我们现在去吃饭。酒席上，我吃得可欢，气出了，胃口就来了。而婆婆不敢看我，眼神躲躲闪闪，动作小心翼翼。酒席结束，回到家里，婆婆挺委屈地打包着行李。小宁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看还是让亲家母来照顾你比较好。想临阵脱逃可不行。不用说我妈身体不好，就是她能给我看孩子，我也不用她。凭什么有这么个精力旺盛的婆婆不用，非要用自己的亲妈？妈妈，我今天是不是演过了？我想让你在亲戚面前立足了面子，你们不是都爱拿捏儿媳妇吗？我演的就是个受气包，满腹委屈，一通发泄，让姨和舅妈们知道你的教育成果啊！婆婆不说话。妈妈，要是演过了，咱再翻过来啊！这次我演恶人。你本来就是个恶人，还用演吗？婆婆小声嘟囔。哈哈，妈妈，你知道就行。我嫁到你家里，可不是来受管的。你说家里就咱两个外姓，斗那个气干啥？你帮我带孩子，以后我养你老，多好。婆婆哧溜一下鼻子，顺坡下驴。呢，小宁，是妈妈不对，妈妈一时糊涂，你原谅妈妈吧，妈妈是真心带宝啊。还有你，经此一事，估计这次她是长记性了。我又没非要她拿我当亲闺女，我的要求就是和平共处。妈妈，你看咱俩像不像视频号里那些欢喜婆媳？要不咱俩也拍一个？这次我本色出演恶儿媳，你就演受气包婆婆，发在家族群里，省着我姨和舅妈再教育你。不用拍了，有现成的。婆婆拿出了她拍的视频，选了一个发在了家族群里，下面纷纷点赞。以后就这样，对小宁好些，你看她今天委屈的。老公趁机提议，你俩这样，我和爸爸就开心了。这几个月家里火药味太浓了，要不你俩没事就在家里拍视频吧？你看妈妈做的还不错呢，人设有了，妈妈也有经验了，成吗？妈妈，这个号我给你运营，咱带货赚钱，这就是我前几天给你说的我要找的工作。真是个心眼子多的媳妇，早就算计好我了啊！哈哈。我爱得轰轰烈烈，义无反顾要嫁的时候，妈妈虽然嘴上说着不考察她家里人，你可别回家哭。出嫁的时候，妈妈还是最怕我受委屈，处理不了婆媳关系。她给了我一个小锦囊，上面写着婆媳关系不行就战。接下来请收听第二个故事。五一节带婆婆出去旅游，把她扔在了半路上。几天后，婆婆带了一群长辈来家里，控诉我的可恶。她哭的那叫一个凄惨。长辈们纷纷批评我太过分了，说我不忠不孝，不配做婆婆的儿媳妇。我看向婆婆说：“
阿姨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是你的儿媳妇了，请从我家出去。一屋子人都惊呆了。我正在电脑前奋笔疾书，啪嗒，客厅的门打开了，闹闹嚷嚷的，似乎有很多人。我保存了文档，起身出去查看，原来是婆婆来了。她带着一群人，她的娘家父母，3个哥哥和嫂子，还有她姐姐和姐夫。我看见这阵势，心里一个咯噔。这么多人来我家，是要批判我。果然，婆婆一见我就哭起来：“陈芳，你带我出去旅游，却把我扔在半路上，你自个儿回家，带着你娘家妈妈到处游山玩水，几天了都对我不闻不问，就不怕我死在路上吗？”我好笑，我为什么扔下你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我的话音刚落，一群人纷纷斥责我：“你扔下你婆婆还有理了？你婆婆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么对她？她就算对不起你，你也不能这样对她。就是，你婆婆是长辈，她不管怎样也是为你们好。天下无不是的公婆，当婆婆的还能有害人之心吗？你不管你婆婆，却带你妈出去旅游，着实不像话。你没出嫁可以陪你妈，嫁了人就应该以婆婆为先。10个人七嘴八舌，就像麻雀嫁女一般，叽叽喳喳吵个不停。我听都听不过来，哪里还有办法回嘴？索性闭嘴，让他们说个够。吵了好一会儿，他们终于停了下来，安静了。钱明辉的外婆看着我说：“陈芳，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解决问题的，你做错了，就好好给你妈认个错，求你妈原谅你。”我问：“我哪里错了？”大姨嚷起来：“你这丫头，我们说了半天，你没往心里去吗？”大舅也不满地说：“你把你婆婆扔在荒郊野外，人生地不熟，就不怕她出事？二舅，万一遇上豺狼虎豹，你婆婆还能活着回来吗？三舅，你是不是诚心想害死我妹妹？”我反问，他说：“我把她扔在荒郊野外的。”大姨：“对，我妹妹难道还会骗我们？”大舅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向来不老实，对长辈阳奉阴违。”二舅冷笑：“钱明辉当初娶她，我就反对。我给小妹说过，这女人的面相不是老实人。”婆婆哭丧着脸。二哥说：“这媳妇不是省油的灯，如果娶回来，我吃苦的日子在后面。可钱明辉一心要喜欢，我也没办法。”我呵呵，他们是想娶一个老实人回来，可以随意欺负是吧？可钱明辉偏偏爱上不老实的我。啪！三舅突然拍了一下桌子，吓我一大跳。他瞪着我说：“陈芳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你妈有没有错，她也是我们的小妹，是我们的掌上明珠，我们就要护着她。”我结婚后才知道，婆婆就像团宠文里的女主，在娘家特别受宠爱。她家兄弟姐妹5个，她最小，又是外婆40岁才生下来的老来女，所以从她生下来就被全家人捧成了掌心的宝。从小到大，她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几乎没有受过一点委屈。可她是谁的宝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凭什么要宠着她？啪！我也用力拍了一下桌子。她是你们的宝，就麻烦你们带回去好好供着。我没有义务帮你们供。我陈芳也是爸妈的掌上明珠，我也是被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、堂哥堂姐、表哥表姐宠着长大的。我嫁给钱明辉是和他建立我们的小家，不是来受欺负的。你们要比人多，我现在就可以把我娘家人全部叫来。这群偏心的长辈愣了神。以前只要婆婆和公公发生矛盾，她就会摇来娘家人，对公公各种批评。尤其是钱明辉的外公外婆，仗着是长辈，年龄大，倚老卖老，
每次都指责是公公做错了。他们舌战莲花，一句接一句说个不停。我们养大的女儿，我们清楚，她从小就乖，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她就算犯错，也是无心的。你身为男人，气度不能大一点？跟女人家一般见识做什么？她为你传宗接代，生儿育女，伺候你的父母，给你们钱家当了一辈子保姆，劳苦功高。就算有天大的错，你也得原谅她。她为你们这个家操碎了心，你如果把她气走了，你们的娃娃怎么办？你找个后妈虐待她吗？公公被一群人批评的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，他解释也无济于事，因为不管他说什么，几个舅舅就一句话：小妹哪怕是错的，我们也要护着她。最后总是公公向婆婆道歉，还要写保证书，才能平息婆婆娘家人的怒火。公公大概是为了钱明辉，才一直维持着他们的婚姻。以前农村也不大可能离婚，但他几乎沉默寡言了半辈子。我们结婚不久，公公就病逝了。我怀疑他是郁郁而终的。公公过世后，婆婆一个人在老家镇上住着。我和钱明辉各自上班，都很忙碌，很少有时间回去看她。今年五一节，钱明辉有3天假期，她把婆婆接出来，我们带她出去旅游，想好好陪陪她。但她工作上临时要加班，被叫走了。随后我跟婆婆发生矛盾，我一气之下直接离开。婆婆认为我把她扔在了半路上，所以又用这一套来对付我，以为我像公公一样是软柿子好欺负是吧？看我今天不闹她个人仰马翻。婆婆的娘家人教训我的时候，她忙着泡茶、洗水果、切水果。然后她进厨房忙活了好一会儿，煮了10碗汤圆端出来，每个碗里握了2个鸡蛋。这是我婆婆的待客之道。她全部端出来后，一人1碗，但我和她没有。外婆问：幺女，你怎么不吃？婆婆眼泪汪汪地说：我有错，不敢吃。外公吼道：说的什么混账话，你是当妈的，怎么可能有错？再去煮1碗。据说煮鸡蛋汤圆待客是有讲究的，一个碗里2个鸡蛋，表示好事成双；6个汤圆表示66大顺，所以是不能随便挑给别人的。我转身进厨房，大姨说：陈芳煮汤圆去了。外公哼哼，说明他知道错了，给自己找台阶下。也好，一会儿你们别说他，我说2句就行了。我在厨房里给自己煮了1碗酸辣粉，拌得香香的。然后我端出来，吸溜吸溜的吃，又辣又香，吃得比谁都响。一群人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似乎他们碗里的汤圆都不香了。婆婆又哭开了，你们看，儿媳妇就是这么欺负我的。我一边吃一边问，我怎么欺负你了？婆婆还没说话，外公猛然把筷子拍在桌子上，大声吼道：你还好意思问？你为什么不给你婆婆煮？你怎么这么自私？我说，她也没给我煮啊，她不也自私？外公气得翘胡子，她是你妈？我淡定地说，我也是我儿子的妈，都是当妈的，我凭什么低人一等？老头被我绕晕了，半晌才回过神。我问你，你五一节有没有带你婆婆出去旅游？我点头，有啊。我和钱明辉本来要带外公外婆一起去，但婆婆说外婆晕车，出门不方便，又说外公要抽烟，她闻着烟味反胃，叫钱明辉别带你们。婆婆吼起来：陈芳，你少在我爸妈面前挑拨离间。我挑眉，我挑拨离间？你有没有说过你嫌弃外婆晕车，说她吐得到处都是？有没有说你嫌弃外公抽烟，跟他同车，你的衣服头发上都是烟味，
洗不干净。你说他们恶心死了。婆婆愤怒地打断：死丫头闭嘴，我没有说过这话。我问：你敢发誓吗？婆婆的脸涨得通红。她哪敢发誓？她不止一次说娘家人的坏话，只不过我和钱明辉没有传到她娘家人耳朵里罢了。我看向这群长辈说：我知道你们都很爱我婆婆，因为她是你们的小女儿、小妹妹，但她爱你们吗？她不只嫌弃外公外婆，也嫌弃舅舅姨妈，对每一个舅母也非常嫌弃，说你们根本配不上舅舅。这下好了，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，尤其是舅母们。想来也是，几个舅舅对他们的小妹这么宠，3个当嫂子的必定受了不少委屈，只不过没有在明面上闹开而已。婆婆被我这番话气得浑身发抖，她指着我喝道：陈芳，你少转移话题，我对我的娘家人好不好，他们心里清楚。再说，我爸妈和哥哥嫂子凭什么相信你一个外人的话？我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和亲妹妹。我反问：你说我是外人？婆婆，你不是吗？像你这种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、挑拨离间、搬弄是非的儿媳妇，我还敢认吗？她又哭起来：爸妈，5·1节的时候是陈芳来接我出去旅游的，可她只带我玩了1天，就丢下我回娘家去了，让我在荒郊野外自生自灭。那是深夜啊，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们了。呜呜，这群人的注意力又被拉了回来。大舅说：陈芳，你还真会转移话题，我们差点上了你的当。你自己说，你是不是旅游到中途把你妈扔下了？这个我得承认，因为我确实只带婆婆旅游了1天，就把她丢下了。是，但是……别但是了。外公暴怒地吼：我看你就没安好心，你是不是想害死你妈？外婆也吼：你为什么扔下你妈？她可是钱明辉的亲妈呀，是你儿子的亲奶奶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大舅说：还能为什么？他们现在孩子大了，嫌小妹老了没用了，不想赡养她了，就把她扔出去。我好笑，她没有照顾我坐月子，没有帮我们带过1天孩子，对我来说，她原本就没有一点用。二舅愤怒地说：所以你就打着旅游的旗号把你婆婆扔掉，想让她悄无声息地死在外面是不是？你的心肠也太歹毒了。三舅说：房檐水点点滴，陈芳，你现在对你婆婆不孝，以后你的儿媳妇也会对你不孝顺，等你老了，她也会把你扔到荒郊野外喂野狗。外婆抱住我婆婆哭喊：我可怜的女儿啊，妈差点就见不着你了。呜呜呜，母女俩哭成一团。戴姨和3个舅母围着安慰。我拍手笑道：好一出精彩的大戏，可惜只有我一个观众。外公拄着拐杖怒喝道：你还好意思笑？你个不忠不孝的坏女人，不配做我女儿的儿媳妇。我点头，说得好。然后我看向婆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是你的儿媳妇了，阿姨，请从我家出去。婆婆一脸震惊：你说什么？你叫我什么？我索性直呼她的名字：龙素兰，我家不欢迎你，给我出去。我又指着其他人：还有你们，跟我非亲非故，别在这里脏了我的地盘，都给我出去。一屋子人都惊呆了。门突然打开，钱明辉出现在门口，在吵什么？婆婆哇的大哭起来：儿子，你可回来了！你老婆那天把我扔在荒郊野外，我差点掉下山崖摔死，好不容易回来，她又要把我赶出家门，还说你外公外婆踩脏了你们家的地，要把他们全部赶走。儿啊，你可得为妈做主啊！呜呜，龙家其他人也纷纷向钱明辉告状。
钱明辉，你这老婆不能要了，又懒又凶，不给你妈煮饭，还把你妈骂哭。是啊，她嫁给你就是钱家的媳妇，却不好好伺候你妈，带着她娘家妈妈到处旅游，算怎么回事？她这么护娘家，不知道卷了你家多少钱财给娘家人。钱明辉，你自己好好想清楚，是要妈还是要老婆？也不是不能要老婆，钱明辉现在是医院的主刀医生，有才有貌又有钱，想嫁他的女人多的是，但要挑个人品好的，孝顺你妈的。对，离了这个恶婆娘，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娶一个黄花大闺女回来。我看着这群人的嘴脸呵呵笑，还挺会捧高自家人，踩低别人。难怪钱明辉他妈也总是捧几个舅舅的臭脚，踩低几个舅母。原来捧高踩低是你们龙家的祖传啊！龙素兰又急了：“你还在胡说？你以为你这样说，我的嫂子们就会讨厌我？”我说：“他们讨不讨厌你，我不管，但我讨厌你。”龙素兰气得跳脚：“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？你要讨厌我？”她的娘家人也对我群起而攻之，指责我不孝，骂我恶毒，说我是狼心狗肺的坏女人。我嗓门抬高：“骂够了吗？骂够了就滚出我家！”龙素兰大叫：“什么你的家？这是我儿子的家，该滚的是你！”他的娘家人也一起指着我吼：“对，该滚的是你！滚出去，滚远点！”他们向我围过来，气势汹汹，还把2个90岁的老人推在前面。这要出点事，或者他们假装出点事，我岂不是会惹上大麻烦？钱明辉突然大喝：“干什么呢？当我是死人啊？”龙家人愣住，一起看向他。他外公抖着胡子问：“钱明辉，你自己说，你要选择你妈还是这个女人？”钱明辉把我拉在身后，冷着脸说：“你们弄清楚情况了吗？就让我选择。陈芳犯了什么错，要被你们这么多人围攻？他大舅气坏了，他不给你妈煮饭，让你妈滚出去，还借旅游的名义把你妈扔在荒郊野外，意图害死你妈，这还不是错吗？这要告到法院都够得上判刑了。”钱明辉冷笑：“你们听信我妈一面之词，就给我老婆定罪了。”外婆说：“什么一面之词？刚才我们亲眼看见你媳妇不给你妈煮饭，还叫你妈和我们都滚。旅游的事想来也不会假，你妈不会骗人。”钱明辉看婆婆一眼，说：“我妈会不会骗人？把周玉兰叫来问问，不就知道了。”外公跺拐杖：“这关周玉兰什么事？我们现在说的是你媳妇的事。”钱明辉说：“因为那天周玉兰跟我妈在一起，我媳妇有没有把我妈丢在荒郊野外，周玉兰最清楚。”外婆看向婆婆：“周玉兰也跟你们一起去旅游了？她也把你丢下了？”婆婆说：“玉兰没有把我丢下，她很孝顺，不仅带我到处旅游，还把我送回了家。”一群人又拿我和周玉兰做对比，指责我不如周玉兰孝顺。我突然就烦躁了，不想再跟这群人啰嗦。我指着门大吼：“我就是不孝，也不想孝敬你们这种人，都给我滚！”外公气得哆嗦：“反了，反了！你个不忠不孝！”我打断：“闭嘴！我早就想跟你们龙家人翻脸了。一群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、又聋又瞎、不明辨是非、盲目护短，逼死我公公，还想逼疯钱明辉和我的傻叉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”大舅指着我厉声喝道：“陈芳，你敢这样对我们，钱明辉不会放过你！”我呵了一声，冷笑：“钱明辉叫你一声大舅，你以为他真的尊敬你？从你逼死他爸后，他就恨你入骨。”我指着其他人：“你们所有人都是逼死钱明辉他爸的刽子手。
别以为他在学校里什么也不知道。他爸死后，他看到了他爸写的保证书，那就是你们逼死他爸的铁证。”这群人又愣了神。钱明辉脸色阴沉，一言不发。过了片刻，二舅看向他说：“钱明辉，你别听你老婆胡说八道，你爸的保证书是他自己写的，我们可没有逼他。”我冷笑：“你们没有逼他爸？他疯了吗？有事没事写保证书？你们敢不敢对天发誓，说你们从来没有逼过我公公？”没有人吭声，个个都一脸做贼心虚的表情。我指着门：“现在你们马上离开我家，不然我报警了。”婆婆嚷道：“你报警怎么了？这是我儿子的家，我来我儿子家不可以吗？”我拿起手机打给物业：“喂，我这里有一群人闹事。”他们以为我打的报警电话，3个舅舅坐不住了，站起来说：“这是他们家的私事，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”他们一起往门口走。钱明辉他妈不甘心：“我不走，这是我儿子的家，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”2个老人也坐着不动：“这是我外孙的家，我们住一辈子也没问题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抓起一只碗向婆婆砸过去：“龙素兰，我他妈给你脸了是不是？”碗擦着她的脑袋飞过去，她吓得尖叫一声。我第2只碗又飞过去：“还不滚！我现在就砸死你！”婆婆吓得飞快跑了出去。她跑到门外，又伸头大喊：“儿子，你老婆疯了，她要打死我，你也不管吗？”钱明辉冷淡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妈，我娶她的时候就说过，她可以放心做她自己。你只要不招惹她，她也不会无缘无故发疯。”我们结婚的当天晚上，她的确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陈芳，婚后你尽管做你自己，得罪了人，我来认错。”我那时候还不明白什么意思，现在懂了。公公过世后，钱明辉原本不放心婆婆一个人在老家，经常回去。但他收拾房间的时候，无意中看到了公公写的厚厚一沓保证书，都是他在外上学的时候，公公写给婆婆的。那些保证书里，公公的语气非常卑微，他保证听婆婆的话。婆婆说往东，他绝不往西；婆婆叫他跪着，他就不站着。他保证不挑婆婆的理，挣的钱全部给婆婆保管。钱明辉看得很心痛，指责婆婆为什么要这样逼他爸爸，跟婆婆大吵一架。婆婆又拿出对付公公那一套，准备叫娘家人来教训钱明辉。钱明辉说：“你别想用外公外婆和舅舅来压我，我不吃这一套。他们敢说我半个字，我直接赶人，也跟你断绝关系，这一辈子都不再回来。”公公没了，在婆婆眼里，钱明辉是她唯一的依靠，她不敢把他惹急了。毕竟老了，还指望钱明辉赡养呢。所以这几年她消停了不少，不吵不闹，还做出慈母的样子，3天2头电话不断。也是因为这样，钱明辉才心软了。5一节带他出来旅游，想好好陪陪他，却没想到给我招来了这么大的麻烦。现在我被这群人吵了半天，只想发疯。钱明辉这话也说明了，我想怎么做都可以，没必要给这些亲戚留面子，连他妈都可以得罪。反正要认错也是他负责。我抓起另外2只碗，恶狠狠地瞪着2个倚老卖老的老头老太。年纪越大越怕死，别看平时他们要讹人的时候，口口声声说我活几十岁了，死也划算了。现在看到我脸上死神一样的表情，他们也吓得魂飞魄散。毕竟刚才我砸婆婆的姿势很帅，动作也很快，虽然砸得不准，可万一这一次砸准了呢？他们也不想丢了老命。2人相互搀扶着往外走，一边走一边喊：“
大娃、二娃、三娃等等我们。大舅、二舅赶紧进来扶走他们，门砰地关上，终于清静了。钱明辉看向我，还生气。我摇头，已经发出来了。砸烂2个碗，赶走了这群人，我心里的怒火消散得差不多了。他说：“你去忙吧，我来收拾。”我不怪钱明辉没有以雷霆之怒赶走龙家人。他是一个性格偏温和的男人，正直善良。我当初爱上他，也是因为他性格沉稳。因为我是有些暴躁的，2个暴躁的人结婚，怕是会经常干架。他沉稳的性格能化解我身上的戾气。结婚这些年，我们偶尔有点小摩擦，他总能让我很快安静下来。今天我的爆发，也是他纵容的结果。如果换了别的男人，怕我得罪了他母亲和外公家的人，必定会劝我忍一忍。钱明辉没有怪我目无尊长，我也没必要怪他不冲锋在前。那些人都跟他有血缘关系，他是晚辈，没办法做得太绝。夫妻间还是要相互体谅。我说：“把密码换了吧，以后不想让婆婆擅自带人闯进我家了。”钱明辉应道：“好。”他马上修改了密码。不过这件事显然没有解决。原本是我和婆婆的矛盾，现在变成了我和整个龙家人的矛盾。他们都想逼钱明辉跟我离婚，但因为我公公的事，钱明辉对他们带有恨意，所以龙家人也知道钱明辉不会听他们的，但他们拆散我们的心不死。有一天，钱明辉的大伯给钱明辉打来电话问：“你老婆差点害死你妈是怎么回事？”钱明辉说：“没有的事。”他大伯说：“我们这都传遍了，说陈芳忤逆不孝，想害死你妈，还想害死你独吞家产，这是非同小可。你回来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。”公公只有兄弟俩，公公过世后，钱明辉在钱家这边就只有大伯一个最亲的长辈。所以大伯既然叫他回去，他必须得回。我说：“我们一起回去吧，干脆把这事好好了结。”钱明辉答应了。按照约定的时间，我们回到了大伯家。大伯家在农村，钱明辉和他爸在乡下也还有土地，都送给大伯家种了。没想到大伯家的大客厅竟然黑压压地坐满了人。钱家在当地是大姓，公公有许多堂兄弟，其中有一个当了村主任。他们都来了，还有一些女眷来看热闹。龙家3个舅舅和大姨也来了，外公外婆没有来。龙家人看见我，倒有些意外，也满含敌意。看来他们只想让钱明辉一个人回来，怂恿他跟我离婚。我们进入客厅，钱明辉挨着打招呼，我没吭声。大伯叫我们到他身边坐下，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龙家大舅舅率先吼：“这女人善于狡辩，她说出来全是她的理。”大伯说：“那钱明辉说吧。”钱明辉开口：“我老婆善良本分，从无害人之心，更不可能害我妈。”大舅，那她把你妈带出去旅游，却扔在半道上，你怎么解释？钱明辉回答：“很好解释，因为我妈和周玉兰合伙欺负陈芳，她一气之下才离开的。”婆婆吼道：“放屁！明明是陈芳欺负我，玉兰看不过眼了，才跟她发生争吵。”我问：“我怎么欺负你的？你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吧。”婆婆又委屈上了，抽抽搭搭地说：“五一节的时候，钱明辉回来接我，说带我出去旅游。我很高兴啊，我这辈子还没有出去旅游过。但到了城里，儿媳妇就冷着脸，一副不欢迎我的样子。我为了不让儿子难过，假装没看见，还笑着跟他打招呼。第2天，
他们夫妻俩带着孩子和我出门了。钱明辉给停车费、给吃饭的钱、买门票，陈芳都黑着脸抱怨花太多了。人们议论纷纷，也不知道现在的儿媳妇怎么回事，看到婆婆就像仇人一般，不主动打招呼，问她什么也冷着脸。就是我到城里接送孙儿上学，还给儿子媳妇做饭、洗衣服、买菜，儿媳妇一点都不感恩，整天拉着个脸，就像我吃她闲饭似的。是啊是啊，不是看在儿子和孙子的份上，我早就撂挑子不干了。孙儿读寄宿制学校后，我立马就回来了。还是我一个人待在老家舒服些，再也不用看儿媳妇的脸色了。旅游虽然花钱，可老太太一个人能花几个钱？大头还不是他们一家3口花的。是啊，婆婆做的再多，他们记不住，用了一点钱就做脸色。钱明辉握一握我的手，示意我别动怒。我本来也没动怒，因为现在还不到我发怒的时候。婆婆接着控诉，钱明辉带着我们刚进入景区，医院打来电话，说接了一个急诊病人，要他回去做手术。钱明辉离开后，陈芳就彻底不装了，全程冷着脸。他还拿孩子出气，让我下不来台。孙儿想买一个玩具，只要20块钱，陈芳就是不给买。他还阴阳我，你吃我的，用我的，还花老娘的钱，你怎么不自己挣？有多远滚多远。我听着很刺耳，问他什么意思，他就跟我吵起来，说我偏心，对儿子孙子好，对他不好。天地良心啊，我对儿媳妇比对钱明辉好太多了。对我自己的儿子，我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。对儿媳妇，我一直陪着小心，就怕得罪了她。可她根本不听我的解释，跟我大吵，然后丢下我就走了。可怜我对景区人生地不熟，好几次都差点摔下悬崖。我走到半夜才下山，又累又饿，好不容易才回来。几天了，儿媳妇连电话都没有给我打一个，她却带着她的娘家妈妈到处游山玩水。你们说说，我这娶的是什么儿媳妇？娶的是祖宗吧？呜呜！她放声大哭起来。从她这段话里，我看得出来，她不仅说话夸张，而且谎话连篇。当年她不知道说了多少冤枉公公的谎言，可她的演技很好，说哭眼泪哗哗掉，说悲伤脸上马上愁云惨雾。难怪她的娘家人会心疼她，也会相信她的话，也难怪公公会郁郁而终。现在婆婆又想发动所有人对付我，可惜她打错了算盘。钱家大伯严肃地看向我，陈芳，你婆婆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我回答，她说的10句话，有9句都是假的。龙素兰吼道，你放屁！我哪句话是假的？钱明辉开口，我来说说情况吧，是真是假，大家评判。钱家大伯点头，一个是你亲妈，一个是你媳妇，我相信你不会偏袒谁，那你说吧。钱明辉说，5一节，我有3天假，我打算带我妈出去旅游1天，再带岳母去玩1天，最后1天要收拾家里，晚上早点休息。钱家大伯说，你这样打算很合理。钱明辉接着讲述，我4月30号晚上把我妈接到城里，刚到家，周玉兰一家来了。那天，周玉兰进门就兴奋地问，哥，你们要到豆团山旅游？钱明辉不解，你怎么知道？婆婆接过来，是我给你妹妹说的，叫他们一起，人多热闹些。我心里顿时一阵不快。周玉兰是钱明辉的妹妹，但我们2家的关系并不亲密，甚至心里还有隔阂。旅游原本是很愉快的事，可关系不好的人一起旅游就没意思了。婆婆说，你们兄妹俩长这么大，
还没有一起旅游过，这次正好你们都放假，机会难得，就一起吧。人都来了，我们也不能赶出去，只能客气地招呼他们坐。周玉兰的丈夫和儿子立刻霸占了我们的2台电脑打游戏，他则兴致勃勃地规划旅游线路。豆团山没什么好玩的，去九寨沟、都江堰，再去成都看大熊猫还有意思一些。钱明辉解释：妈晕车，腰也不好，不能去太远。周玉兰一脸扫兴地说：那多没意思啊，好不容易5·1节有5天假，我还想陪妈多玩几天。婆婆说：那就多玩几天吧，我吃晕车药就行，坐几天车，腰问题也不大。我私下跟钱明辉商量，1号我陪他们1天，然后我回娘家带我妈出去玩，他继续陪他妈和妹妹。他虽然觉得对不起我，也没有办法。5月1号，钱明辉和周玉兰的老公各开1辆车，出发去豆团山。出城不久，周玉兰打来电话：哥，前面路口等一下。我们停车，周玉兰的车跟上来，后面还有1辆车，下来了4个人，是周玉兰的小姑子赵秀娟一家3口和周玉兰的婆婆张华美。周玉兰说，赵秀娟他们也正好想出去旅游，我就约他们一起，人多热闹些，相互也有个照应。我心里非常不快，这算什么事啊？邀约人不先跟我们商量一下？张家老太太跟我婆婆打招呼：亲家母，我也来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婆婆说：不麻烦不麻烦，豆团山也不是我家的，谁都可以去玩。一群人被她的幽默逗得哈哈大笑，只有我笑不出来。大家重新上车，3辆车浩浩荡荡向豆团山进发。婆婆一路都在叽叽喳喳。钱明辉，开慢点，他们没跟上来，停在路边等一会儿，不然他们找不到我们。我早就想带你们兄妹俩一起出来玩，这一次总算遂了我的心愿。我忍不住了，说：这可不是你们母子3人出来旅游，而是10个人。婆婆说：一样嘛，玉兰是你妹妹，赵秀娟是她妹妹，你们都当妹妹看待就行了，当哥哥嫂子要大度点塞。我懒得说了，戴上耳机听音乐。到了豆团山停车场，婆婆催钱明辉：你快去给停车费，不然他们抢着给了。可事实是，根本没有人跟钱明辉抢，他给了3辆车的停车费。周玉兰的女儿说饿了，于是找了饭店。大家还在点菜，婆婆就把钱明辉拉走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她叫钱明辉给吧台压了500块钱，吃完多退少补。吃完饭，婆婆又拉钱明辉去买门票，10个人花了几百块。赵秀娟跑过来要给钱，被婆婆拦住了。她说：今天你哥带你们出来玩，就放心玩，啥也别操心。我心里更不快了，婆婆这简直是典型的吃里扒外。我们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，不是什么有钱的豪门，请吃请喝就不说了，出门旅游各种开销加起来是一笔巨款。他为了讨好周玉兰，就把我们当猪头砍，但当着这么多人，我没办法发作。我觉得这件事最大的错误在婆婆身上，她不叫周玉兰，小姑子一家人不会来，周玉兰不来，赵秀娟一家当然也不会来。自家人犯的错，总不好把火发在外人身上，毕竟人家也没有得罪我们。婆婆也看出我不高兴，愁眉苦脸地对钱明辉说：钱明辉，你别这样对你妹妹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妹妹没有做错什么。钱明辉不耐烦，我又没说什么。婆婆叹气：你妹妹5岁就离开我身边了，有妈的孩子是个宝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。这些年我为了照顾你，不在你妹妹身边，
是我欠他的，你们就当是帮我还情吧。我问：那赵秀娟一家呢？婆婆回答：赵秀娟是玉兰的小姑子，赵秀娟的妈是玉兰的婆婆。你们今天花点钱请他们玩，以后他们才会对你妹妹好，你妹妹在婆家才受重视。说来说去，不都是为了你妹妹好吗？我冷笑：你把你儿子当猪头是吧？狠命宰他！钱明辉作为男人，不好意思为几百块钱吵吵，不然显得他斤斤计较。我凭什么要帮婆婆挣面子？他说：你们前面带头给了，后面他们也会给。刚才赵秀娟就要给。我没好气地说：那她给了吗？她诚心要给，你拦得住？还有其他人呢？谁抢着给了？钱明辉给了停车费，给了饭钱，门票钱各给各的不行。你让他一个人给，凭什么？婆婆顿时眼泪汪汪，哽咽着说：陈芳，玉兰是钱明辉的亲妹妹，她从来没有带她妹妹出来旅游过，这是第一次，花这点钱你就别计较了。我正要对她，周玉兰喊：妈快来！婆婆转身跑了。钱明辉正要安慰我，他的电话响了。他拿出来看了一眼，皱眉说：医院打来的。我灵机一动，医院找你肯定有急诊病人，你赶紧去。钱明辉无奈地看着我，我还没接电话，你就巴不得我回去上班。我得意地笑：对，白衣天使就是救死扶伤的，快接吧。他接电话，果然医院说接了一个危重病人，需要马上做手术。这个手术只有他能做，他想不回去都不行。他走后，我带着孩子慢悠悠往山上爬。到了山顶，看见他们都站在那里。婆婆冲着我大声喊：陈芳，你带现钱没有？妞妞要买这个玩具。我看见是一个老人用木头做的翻斗车，小巧精致，很漂亮。老人说，一个翻斗车卖20块钱，但他不懂手机支付，只收现钱。我说，没有。周玉兰抱怨，真麻烦，现在出门谁还带现钱啊？都是手机扫码。妞妞是她女儿，哭哭啼啼不肯走。婆婆叫我儿子钱成，你快去帮忙换20块钱现金。妞妞喊你一声哥哥，你出点力也是应该的。我拉着儿子转身就走。儿子小声抱怨，20块钱都要我去换，他爸爸妈妈怎么不去？叫一声哥哥我就得出力，那他叫了10几年的爸爸妈妈，他们怎么不出力？我又不欠他的。我本来很气恼，被儿子逗笑了。我们玩了一会儿，婆婆打电话问钱成，你换到钱没有？他回答，没有，现在没人带现金出门。那孩子也没哭了，我们就下山了。出景区的时候，婆婆才想起她儿子，问钱明辉呢？我说医院叫他回去加班了。他很不高兴，他不是放3天假吗？有值班医生，为什么还叫他回去加班？我解释，他是去做手术。婆婆说，那他做完手术会赶过来。陈芳，你赶紧在网上把房间订了。我问，订什么房间？婆婆一脸诧异，今晚住宿啊？你妹妹说明天去都江堰玩，今晚就住都江堰的酒店吧。我说，节日期间订酒店很贵。婆婆不以为然，挣钱不就是花的？你赶紧订，晚了没房间了。她一边说，一边爬上周玉兰的车。2辆车发动，径直开走了。我也不理会，打车回娘家。途中我给钱明辉留言，你做完手术了吗？他很快打电话过来，做完了。你们在哪里？我回答，我和儿子回娘家，他们去都江堰了。钱明辉问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说，你要去都江堰，就多带点钱。
你妈叫我给他们订酒店，我没有订，她恐怕不高兴。钱明辉气坏了，还要给他们订酒店。我花了一天的钱了，还不放过我？我不去了，我也去你家，明天跟你们出去玩。我笑了笑说，那你直接到我妈家吧。好，我有钱宁愿给岳母花，也不想给不相干的人花。我们到娘家会合后，婆婆也到了都江堰。她给我打电话问，你订的哪家酒店？我说没订。她嗓门猛然抬高，怎么还没有订？我不是给你说了？我打断，订酒店要身份证。周玉兰的声音，我带了身份证。嫂子，我把号码念给你。我说不好意思，我钱不够。婆婆说，那我让钱明辉订。她又打给钱明辉，还是我接的，他今天花钱太多，限额了。婆婆说，谁给他限额的？我限的。婆婆大声吼，你凭什么限钱明辉用钱？我的嗓门也猛然抬高，凭我是他老婆，凭他的钱是我们这个小家的，他的钱我就得管，他的钱也只能我们自己人用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想花他的钱，还要不要脸？然后我挂断，不管他们谁打，都不再接。第二天，我们带我妈到处旅游，我故意发朋友圈让婆婆和周玉兰看见。婆婆很生气，就带她娘家人来找我的麻烦。钱明辉讲完，人们的议论声变了。龙素兰表嫂这就过分了，你儿子媳妇带你去旅游，你叫上女儿一家，还叫上亲家母一家，让儿子一个人掏钱，这不是啃儿子吗？他们去都江堰，把媳妇和孙儿扔下，还好意思说儿媳妇把他扔下。陈芳说他10句话只有1句是真的，我看恐怕只有半句是真的吧。虽然我也是当婆婆的，但这一波我站儿媳妇。我也是，如果我婆婆这么吃里扒外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认她。龙素兰嚷起来，我没有叫亲家母一家，我只叫的我女儿。你们都知道，我女儿5岁就走丢了，后来才找回来。这些年她不在我身边，我欠她一份母爱，想好好补偿她，有什么问题？钱明辉是他亲哥，他替我补偿他妹妹有什么问题？他自己也愿意，因为他清楚，他妹妹走丢后，他成了我的独生子，得到了我的全部母爱。我欠他妹妹的母爱，他也欠他妹妹的兄长之爱，他不该补偿吗？可恨陈芳从中挑拨离间，不许钱明辉关心他妹妹，也不许钱明辉认我。他还当着钱明辉的面把我赶出家门，把我哥哥嫂子姐姐姐夫都赶了出来，连我那90高龄的老爸和老妈都被他赶了出来。你们说，这样的儿媳妇留在我家，是不是个祸害？我看向钱明辉说，我真怀疑你妈不是你的亲妈。他苦笑，亲妈肯定是亲妈，但这次带她出来旅游，我很后悔。龙素兰大怒，你后悔什么？我生了你养了你，你带我出来旅游不是应该的吗？我说，他给你尽了孝，还要给你女儿尽孝，甚至还要给你女儿的婆婆和小姑子尽孝是吧？你没有把钱明辉当你的儿子，而是当成仇人，想尽办法要榨干他。龙素兰吼道，胡说八道，给点停车费、门票钱就把他榨干了，那是你们没出息。钱明辉也很生气，你女儿的钱是钱，我的钱是纸吗？龙素兰说，你妹妹没有工作，孩子也还小，挣几个钱多艰难。钱明辉打断，他们挣钱艰难，我就容易。你们晚上呼呼大睡的时候，我都在做手术值夜班，你以为我是坐在医院里捡钱？龙素兰说，你总有工作，有收入，你妹妹没有工作，1分钱收入都没有。我说，那是她懒，她不想工作，不愿意挣钱，
活该她穷。龙素兰气白了脸，你们听听，她当嫂子的不帮小姑子不说，还咒我女儿穷。够了！钱明辉生气地吼道：陈芳不欠你的，更不欠周玉兰的，她凭什么帮你们？我带你出去玩，是为了让你高兴，可你总给我添堵，以后我再也不带你出去旅游了。龙素兰哭起来，我欠你妹妹的养育之情，这一辈子都还不清。你不过是帮我还情，就这么多抱怨，以后我老了，动不了了，还能指望你吗？我火大的吼，你欠你女儿的，你自个儿还，凭什么要我们还？我们又不欠她的。她哭得更厉害了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又挣不了钱，拿什么还？所以你就坑你儿子，护你女儿。龙素兰辩解，什么叫坑他？钱明辉对玉兰好，玉兰自然也对他好。兄弟姐妹要吃得亏，感情才能长久，总是斤斤计较，连亲情都没了。你们当哥哥嫂子的，应该起带头作用，才能维护好这份亲情。我冷笑，你们家这样的亲情，我不稀罕维护。从今往后，我没有婆婆，更没有小姑子。龙素兰大声说，你们都听见了，这是陈芳不认我，不认我女儿，是她闹着要离婚。钱明辉，你自己说，你是要她，还是要我这个妈？龙素兰的大哥也说，钱明辉，你考虑清楚再回答，妈只有一个。钱明辉吃得冷笑，我如果选择我妈，我后半辈子都得给她和周玉兰做牛做马，我挣的钱要填他们的黑窟窿，等我老了，孤苦无依，他们不会有人管我。大舅，你说我应该选谁？龙素兰说，你好好待你妹妹，她以后自然会管你，妞妞也会把你这个舅舅放在心上，赡养你。钱明辉说，我不是傻子，自己的孩子不管，帮别人养孩子。我明确告诉你们，我不会跟陈芳离婚。龙素兰大声问，那你是不要妈了吗？我养了这样一个不孝子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死了算了。他转身跑了出去。几个舅舅一起命令钱明辉，还不去把你妈追回来？钱明辉漠然地说，他自己会回来，我妈之所以如此骄纵，就是被你们惯坏了。话音未落，周玉兰扶着他妈进来了，说，哥，刚才妈要往崖下跳，我刚好赶到拉住，你怎么能惹妈伤心呢？再怎么说也是妈最重要啊。五一节那天，我们一家三口离开后，周玉兰和赵秀娟产生了很大的矛盾。按理说，他们两家旅游各付各的钱，不至于产生矛盾。但周玉兰一毛不拔，只想花我们的钱。我们走了，她又想让赵秀娟给他们一家人花钱。赵秀娟不愿意，两家人就这么闹翻了，据说还差点打起来。龙素兰把这一切都归罪到我头上，所以想逼钱明辉跟我离婚。现在看见这母女俩惺惺作态的样子，我就火大。啪！我猛然一拍桌子，怒喝道，别演戏了，你们演几十年的戏不累吗？钱明辉他爸怎么死的？周玉兰又怎么会离开钱家改姓周？你们做的丑事，真以为没人知道吗？龙素兰脸色大变，大喊，钱明辉，我告诉你，陈芳这死女人可不是什么好人，她早就跟别的男人勾搭在一起了。那天她非要去斗团山旅游，就是为了跟野男人私会。你想想，为什么一进景区你就被医院叫走？是不是太巧了？我们在山上的时候，她一直不见人影，过了很久才来到山顶。下山的时候，她也避开我们。我亲眼看见她跟一个男人手挽手，还躲在树后亲嘴。我突然冲过去，一巴掌打在她嘴巴上。龙素兰挨得猝不及防，回过神想打我。
我又抽他一巴掌，老不死的，你自己偷人生个私生子，给你男人戴绿帽子，把他活活气死，现在怕人知道，竟然造我的黄谣，想把大家的注意力转到我身上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。我还要打，他一把薅住了我的长发，我也抓住他的头发。钱明辉跑过来，好不容易才把我们分开。龙素兰指着我吼：钱明辉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你必须跟他离婚，不然别叫我妈。钱明辉的脸涨红了，两手握得冒青筋。他默然半晌，说：阿姨，我不会跟陈芳离婚。大家惊得目瞪口呆。龙素兰气得呜呜大哭，这个砍脑壳的不孝子。钱家大伯发话了：陈芳，你刚才说那话是什么意思？钱明辉他爸是被他妈气死的，他们兄弟俩感情不错，大伯问这话就是关心公公的死是不是有问题。我看向钱明辉，他比我清楚。大伯又看向他：钱明辉，怎么回事？钱明辉眼睛赤红，颤抖着声音说：这种丑事，我本想一辈子烂在肚子里，但今天我不想再帮他隐瞒了。以前大家都以为我妹妹走丢了，被姓周的捡回去，成了周家的养女，所以改名周玉兰。实际上，周玉兰并不是我爸的女儿，她跟我同母异父，姓周的是她的亲生父亲。全场震惊。什么？周玉兰是你妈跟别的男人生的？天哪！那二叔早就知道吧？肯定知道啊，所以二叔才会沉默寡言，早早就过世了。二叔这是被气死的啊！钱明辉的这段话揭开了一个尘封近30年的秘密。龙素兰和公公婚后有一儿一女，大家都很羡慕，说龙素兰会生，刚好生个好字。钱玉兰5岁那年，来了一个男人，姓周。他说钱玉兰是他的亲生女儿，要接回去抚养。公公很震惊，以为男人是来讹人的，哪知龙素兰承认了。他说他那年回娘家吃酒，认识这个男人的。他喝醉了酒，醒来就和这男人睡在一起，自己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从怀孕的时间推断，女儿应该是他的，只是他不敢告诉公公。姓周的男人却说他在撒谎，他们的关系一直很亲密，他每次回娘家，两人都约会。男人给他2个选择，要么离婚跟他走，要么让他带走女儿。公公觉得这么丢脸的事是他的奇耻大辱，可如果闹大了，更丢脸。他还得为钱明辉考虑，不想让儿子以后在老家抬不起头来。他说那离婚吧。龙素兰却不愿意，因为那男人家徒4壁，除了会说甜言蜜语，什么也没有。他愿意把女儿还给他。和那男人约好了时间，龙素兰就把女儿带到街上，让男人带走了。然后他一路哭回来，说女儿走丢了。钱家人信以为真，纷纷上街帮忙寻找，却一无所获。只有公公知道女儿跟他生父走了，这件事成了他心里一根刺。后来龙素兰每次回娘家，他都怀疑她跟那男人私会去了。他受不了了，提出离婚。龙素兰又哭又闹，还把娘家人请来批评公公。龙家人知道婆婆出轨的事，还是指责公公不对。小英喝醉酒才会发生这种意外，人一辈子谁还能不犯一点错？你敢保证你这辈子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？他无非跟那男人睡了一觉，可他大多数时候都是跟你睡的，一颗心全扑在你身上，为你洗衣做饭，为你勤俭持家，他就犯这么一次错，你都不能原谅。你离了婚，想给钱明辉找个后妈吗？后妈10个有11个都会虐待孩子，你恨小英就要毁了你儿子吗？婚终究没有离，
公公试图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，可龙素兰却更加嚣张。她以看女儿的名义频繁去周家，也频繁送钱送粮食。公公一指责，她就眼泪汪汪，说：“女儿不在身边，我牵肠挂肚，你也养了5年，对她就没有一点感情。周家穷得揭不开锅了，我不给他们送点粮食，女儿被饿死了，你不心疼？可我心疼啊，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看着她比以前瘦了很多，心疼得要死。”每次吵了架，龙素兰就搬来娘家人，还逼着公公写保证书。公公有苦难言，最终郁郁而终。钱明辉看着他母亲说：“我爸过世后，你又从我身上搜刮钱财去贴补你的私生女，就因为我老婆不满，你3番4次怂恿我离婚。”龙素兰跳起来：“你胡说！你爸都死了几年了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”钱明辉说：“你以为我爸过世了就死无对证？”钱家大伯说：“钱明辉，这事你爸跟我都没有说过，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的？”钱明辉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泛黄的日记本，举起来说：“我爸过世后，我整理他的房间，不仅发现了一摞保证书，还有我爸的日记本。”他递给他大伯。钱家大伯看了几页，就气得手抖。他指着龙素兰骂道：“你个不知廉耻的臭女人，竟然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！生个私生女，还敢吸我弟弟的血来供养她！”周玉兰突然吼起来：“什么私生女？他钱明辉才是私生子！”一片哗然。啊，钱明辉也不是二叔的二叔的儿子，这也太乱了吧！天哪，这么多年的秘密一个接一个。钱明辉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手指死死攥着衣角，关节泛白。我伸手握住他冰凉的手，感受到他身体在微微颤抖。龙素兰的脸刷得没了血色，尖叫着冲过去想抢日记本：“你胡说！你这个不孝子！”几个舅舅慌忙拦住他，他却像疯了一样又抓又挠。周玉兰冷笑一声，眼神里满是怨毒：“当年我爸来要钱家认我，你爸明明知道我是他亲生女儿，却不肯承认，就是因为他心里有鬼。我妈当年和他结婚前，早就怀了别人的种。”钱家大伯翻日记本的手突然停住，脸上的震惊慢慢变成了愤怒。老二的日记里确实写着，他怀疑钱明辉不是自己亲生的，说龙素兰婚前就和邻村的男人不清不楚。整个屋子陷入诡异的寂静，只有龙素兰粗重的喘息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突然瘫坐在地上，捂着脸嚎啕大哭：“是，钱明辉不是他的孩子，那又怎么样？他自己没本事生儿子，我给他留个后，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”钱明辉甩开我的手，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：“所以这么多年，你一边用我爸的钱养你的私生女，一边还要他对我视如己出。他被你折磨得生不如死，最后，他的声音哽咽住，转身一脚踹开椅子，砰的一声巨响，惊得众人纷纷后退。三舅突然跳出来，指着钱明辉骂道：“就算不是亲生的，你妈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你就这么报答她？”我忍无可忍，冷笑一声：“含辛茹苦？”他把钱明辉当提款机，当冤大头。这些年，钱明辉给他的养老钱有多少进了周玉兰的口袋？我转向周玉兰：“你还好意思说别人私生子？你妈出轨的时候，你爸在外面打工供她吃穿，他倒好，用你们家的钱养野男人的儿子。”周玉兰冲过来想打我，被钱明辉一把拦住，反手推了他一个趔趄。龙素兰见状又开始撒泼，在地上打滚哭闹：“我不活了，养了个白眼狼！”钱家大伯气得直跺脚：“都别吵了，
今天必须把事情说清楚。他转向龙素兰、小英，钱明辉的生父到底是谁？龙素兰突然安静下来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，许久才轻声说：“是邻村的李富贵，他早就死了。”钱明辉像是被抽走了全身力气，跌坐在椅子上，喃喃自语：“原来我这么多年叫的爸，根本不是我亲爸。他明明知道，却还把我当儿子养。”赵秀娟突然小声嘀咕：“怪不得每次来要钱，舅妈都说钱明辉的钱不花白不花，原来是觉得不是自己儿子的钱。”这句话像根刺，扎得钱明辉猛地站起来，盯着龙素兰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不是我妈，钱家也没有你这个人。”他抓起日记本，头也不回地往门外走。我赶紧追上去，听见身后龙素兰的哭喊声和众人的议论声混在一起，乱成一团。钱明辉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，突然蹲下身子，双手抱住头，肩膀剧烈地颤抖着。我轻轻搂住他，感觉到他后背一片湿润。这么多年，他终于知道了父亲沉默寡言的真相，知道了那些保证书背后的绝望，也知道了自己一直被当作工具人利用。陈芳，我好累。他的声音沙哑又疲惫，我以为只要对他好，他就能把我当儿子。原来我只是个笑话。我把他的头按在我的肩膀上，轻声说：“别想了，以后有我和孩子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家。”身后传来脚步声，钱家大伯叹了口气：“明辉，你爸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但他把你当亲儿子疼了一辈子。你要是愿意，以后还叫我大伯，钱家永远有你的位置。”钱明辉抬起头，眼里还含着泪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：“大伯，谢谢您。”远处，龙素兰的哭喊声渐渐小了，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这场闹剧终于落幕，只是揭开的伤疤，不知道要用多久才能愈合。从那天起，钱明辉彻底和龙素兰断了联系。他把老家房子的钥匙交给了钱家大伯，说那房子就当是替父亲还龙家的情，以后不会再回去。龙家人后来也来过几次城里，在小区楼下大吵大闹，说钱明辉不孝，要他给龙素兰养老，但钱明辉始终闭门不见，最后还是物业报了警，他们才悻悻离开。周玉兰一家也没讨到好。赵秀娟的丈夫知道这些事后，和周玉兰大吵一架，觉得自己这些年被当傻子一样，白白占了钱明辉那么多便宜。两家人闹得不可开交，最后不欢而散。赵秀娟的婆婆张华美更是气得直跺脚，逢人就说自己倒了8辈子霉，摊上这么个不清不楚的亲戚。钱明辉把父亲的日记本小心收藏起来，偶尔会拿出来翻看，看着那些字里行间的无奈与隐忍，他常常红了眼眶。有一次，他抱着我哭着说：“原来爸爸一直都知道，却从来没怪过我，他才是我真正的父亲。”我轻轻拍着他的背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以后一定要让他幸福。日子渐渐回归平静。钱明辉把钱家大伯当成了最亲的长辈，逢年过节都会带着我和儿子去看望。大伯家的堂哥钱明磊现在已经是村里的村主任，也经常来城里和我们走动。他为人正直，在村里很有威望，还帮我们解决了不少老家的琐事。儿子钱成慢慢长大，知道了这些事后，变得更加懂事。他经常说要好好学习，以后保护爸爸妈妈。看着他天真又坚定的样子，我和钱明辉都觉得，生活虽然经历了这么多风雨，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就什么都不怕。龙素兰后来的日子并不好过，她的娘家人知道真相后，对她也有了看法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条件护着她。
几个舅舅偶尔还会接济他，但言语间已经没了往日的亲昵。他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，听说经常对着镜子自言自语，邻居们都说他精神不太正常了。有一天，钱明磊突然打来电话，说龙素兰生病了，在医院没人照顾。我和钱明辉对视了一眼，虽然心里还有怨恨，但毕竟是他的生母。最后，钱明辉还是去了医院。在病房里，龙素兰看到钱明辉的那一刻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她虚弱地说：“明辉，妈错了，这些年妈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你爸。”钱明辉站在床边，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：“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我会给你付医药费，但以后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吧。”龙素兰出院后，钱明辉给她请了个护工，每个月按时打生活费，但再也没有去看过她。偶尔提起，她也只是淡淡的说：“我尽了该尽的义务，其他的我真的做不到了。”时光流转，生活还在继续。我们的小家越来越温馨，钱明辉的工作也越来越顺利。每当夜幕降临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，说说笑笑，我就觉得那些曾经的伤痛都成了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的理由。而关于过去的那些秘密，就像被风吹散的落叶，渐渐消失在岁月的长河里，只留下淡淡的痕迹，提醒着我们要更加勇敢地面对未来。